中共红二代正在集体退场，习近平的笔杆子潘岳悄然退居二线。与此同时，贵州官场再爆反腐大案，副省级唐德志被拿下。这背后究竟是习近平清算旧势力，还是高层权力换血的信号？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曾被视为习近平笔杆子之一的潘岳，近日从中共统战部副部长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位正式转任中共全国政协闲职，引发关注。因为其中的关键点在于，它不只是官位变动，更代表着一个趋势：红二代正在集体退场。中共政协委员会8月26号公告，潘岳获增补为中共全国政协委员，担任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。这听起来是个官，但其实是个典型的退休前哨战，象征正式退居二线。潘岳出生于1960年4月，今年65岁，刚好达到中共正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限。他是江苏南京人，仕途早早起飞。1998年，年仅38岁的他就登上了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，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之一。之后他转战环保系统，先后担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、环保部副部长。不过在那段时间，他也一度被边缘化。在习近平上台后，他才获提拔，转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后，才晋升正部级干部。2020年10月，他进入统战系统，担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和国务院侨办主任。2年后，潘岳又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，同时成为中共中央委员。一路走来，看得出来他是中共重用的人才，而且几乎都在意识形态系统打转。对中共来说，这是最敏感、最需要靠得住的人把关的地方。潘岳被外界视为中共内部的理论型官员，尤其在6·4事件之后，他曾是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，曾力挺习近平在福建时期推出的南平经验，这让他成为西派人马的重要代表。他的背景也显示，他是标准的红二代。他的父亲潘田曾是中共铁道兵部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，他的母亲周兰生前是一名知名军医。潘岳的前妻刘超英则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。虽然后来他们离婚了，但这层关系也让潘岳在体制内拥有不少政治资本。在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期间，潘岳积极推动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，并主导编写相关教材。这是一项中共意识形态工程，意在强化民族认同，加强中共当局对各少数民族的管控。潘岳这次转任闲职，其实也是红二代群体逐步淡出政治舞台的又一个征兆。这批背景显赫、家族红色血统浓厚的官二代，曾在中共官场占据举足轻重的重职，如今却一一退下火线，以不同方式集体退场。邓小平长子邓朴方1984年创办康华公司，利用家族特权参与国企改制，累计数亿美元资产。1989年因腐败争议而退出。他于1988年创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，简称残联，担任主席，推动残疾人权益立法。他1998年至200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邓朴方的生涯从太子党商业精英转向公益领袖，降低了其腐败争议的曝光，但其财富来源与家族特权的关联仍受质疑。刘少奇之子刘源早在2017年就被习近平从军队中请退，尽管近期坊间传出的消息中说，刘源与张又侠结盟针对习近平，并传出刘源在中共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，直言军改，主张军队效忠国家而不是个人，矛头直指习近平。也有传言说，刘源被推举出山，出任军委副主席，但这些说法目前还无法证实。在以往，每年中共两会期间都被关注的毛泽东之孙毛新宇、李鹏之女李小琳，都在2018年以后陆续淡出公众视野。李鹏之子李小鹏2024年已卸任交通部党组书记，
并获任中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，彻底退居二线。中共元老姚依林的女婿、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已在2023年3月从国家副主席任上退休。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、红二代的中共退役上将刘亚洲，在2021年12月传出因公开反袭而被抓。2024年初，有多个消息源证实刘亚洲已获重判。中共军方另一个红二代，中共国防部前部长李尚福，2023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被中央军委纪检部门立案审查。同年10月被免去领导职务，2024年6月被开除党籍，移送司法，并被宣布开除军籍，取消陆军上将军衔。李尚福的父亲是中共老红军原中共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副司令李少珠。中共武警司令王春宁也是红二代，父亲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、原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王永明。王春宁自去年底失联，被曝正在接受中共调查。红二代如同多米诺骨牌，一个个倒下出局。如今还活跃在中共高层的红二代已经寥寥无几。现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其中一位，他是中共建政初期上将张忠训之子。现年75岁的张又侠，如今不仅在位，而且还相当活跃。近期关于他的消息，随着中共内斗的传闻满天飞。他被传已经成为中共军权的实际掌控人，积极配合元老，逼迫习近平交权下台。最近，中共82军和想建特种部队调往北京和北戴河，据传就是出于他的手笔。外界盛传张又侠就是唐代推背图预言中所说的那个身带公职人。另一个是中共国安系统的刘海星，这位1963年4月出生的外交官，2002年7月从外交界转入国安领域，升任中央国安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，正式成为正部长级。刘海星的父亲是中共资深外交官，曾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、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树清。潘岳的退场可能只是个开端，而习近平身边也可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换血与重组。这不只是个人的命运起伏，更是整个中共权力结构转变的缩影。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，连续13年大搞反腐，打虎派苍蝇，真有一种生命不息、反腐不止的劲头。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信息，13年反腐已经查办了778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，同时还有176位议员级贪官。与此同时，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被指具有政治清算性质。最近几个月，贵州成了反腐主战场。2024年下半年，贵州官场出现一连串高官落马事件，引发外界强烈关注。这不是巧合。今年3月，习近平亲自到贵州考察，强调高质量发展，而贵州正是地方债务最严重的省份之一。自由亚洲电台认为，习近平针对贵州高官集体反腐，可能不仅是经济问题，还涉及政治站队，特别是针对江派人马。习近平亲信徐林2022年上为贵州省委书记，加速了对前任官员的清算。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2024年10月29号因受贿超过8.13亿元人民币遭重判。答记员分析，他的落马和贵州债务危机曝光密切相关。孙志刚被指在任内推动高负债项目。前贵州省政协前副主席陈燕2024年10月21号因涉嫌贿赂和滥用职权被逮捕。他曾任贵州市市长，参与大数据产业和基建项目。前贵州前东南州委书记安九雄2024年9月9号被双规，罪名包括搞政治攀附与腐败。安九雄曾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，和孙志刚等高官关系密切。8月29号，中纪委官方公布消息，贵州政协副主席唐德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与监督调查。唐德志是今年以来第40名被查的中管干部。就在他落马前不久，贵州省委常委、毕节市委书记吴胜华
也于7月24号被查，而8月1号，前南州州长向成强也在任内出事。前南州这几年已经连续5任州长落马，简直成了反腐修罗场。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官员的背景。汤德志1965年出生，四川绵阳人。他在贵州官场资历极深，从基层做起，常年待在省政府办公厅，当过办公厅处长、副秘书长、秘书长，也担任过黔南州委书记。2023年升任贵州政协副主席。这样的履历让他成了不少省委书记的老部属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的落马特别引人关注。真正的看点是，他曾是3个省委书记的核心幕僚。海外自媒体人蔡慎坤指出，汤德志的背后不只是贪腐那么简单，他曾是栗战书、赵克志、陈敏尔3位贵州省委书记的核心顾问与秘书长。这3人全部都进入过中共中央高层，尤其栗战书是习近平的重要亲信之一，所以汤德志的落马很可能是高层内部派系斗争的延伸，而不是单纯的地方贪腐问题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今年7月，中共中央第12巡视组刚刚进驻贵州，进行为期2个半月的巡视。而这波高官落马潮就在巡视期间陆续发生，时机太巧，动作太快，看得出这很可能是一场经过精密安排的政治清算。那么贵州是试点还是下一个阵中？从这连串的动作来看，贵州似乎成了中南海下一阶段反腐与政治重整的实验场。不只是地方债务要整顿，过去的权力旧网络也正在被一一清洗。未来还有谁落马，还会波及哪些派系，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